Hello， 大家好，我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又是 service 车的日子了。如果你们有看我上2期的视频呢，我就是把500个的 Focus ST 呢拿去 Postacom 验车，然后把那个车送走了，然后再陪他去拿了一个320D 回来。然后这个第3个视频的话呢，就是带他来做保养啦。我会在这个影片的系列开一个 playlist， 你们可以去慢慢的追踪，因为这辆车还有一些 content 可以继续拍下去的，所以大家可以跟着这个 playlist 慢慢的去看。欢迎来到第3集了。上一次拿了新车之后呢，虽然车厂是有给 warranty 的，但是我们也要做的那个保养的，对不对？拿了车的1个礼拜之后呢，今天就会带这辆车来换一下变速箱油，还有 rear axle oil。等一下我会把那个单子给你们看，因为毕竟这个不是原厂啊，这是外面的厂家，所以因为这辆车已经是没有 warranty 了，所以带它来到这里去做个保养。现在有啊，这什么问题啊？应该是那个灯烧掉了，D 也是没有，灯会烧掉哦。现在 P 回去就没有了，你要 restart 你的车就有。原来有这样的小问题的哦，因为我们买2手车啊，有时候不知道那个车厂啊有没有帮你做 service 还是什么嘛，最好就是买了车之后呢就去做一个 service 啦。然后这次呢500个就做了什么？换了牙油啦。这个牙油是用了6L 510块。如果你是加 Volkswagen DSG 的牙箱的话呢，通常都是在3万左右啦，就换一次牙油。反而那时候这样子换牙油600-700块，跑不掉，800块这样啦。这个才510块，然后是60千这样子换一次哦。原厂是讲不用换，我们外面的 workshop 就说最好是你40千这样就换一次哦。如果你每一年走20千的话，就走2年哦。Oil pan ADF oil 的那个 filter 一起了，290块。290块。Miller's Oil 7W90那个是什么？1 liter。那个是 rear axle oil 185块，185。就是因为这辆车是后驱车嘛，所以它就是后面有 rear axle 的油要换啊，可能就是一个不到100千换一次，所以也不用经常换的这个东西，很便宜耶。Service Intake Manifold 300，Intake Seal 的 Carrier 就是它发现到有一点漏白色的嘛，后刹变白了一点，就可能有一点点老化啊，所以他就建议我换掉它。130是吧？130的130啊 ，Intake Seal Carrier 是260，那个是好像一个 gasket 这样的东西来的。所以它总共80块。你没有换黑油吗？黑油没有，因为黑油上次那个车厂给我的时候，他说刚刚 service 小3000公里，你可以再走一个5-6千才换。黑油的话没有错的话，这辆车的又是用5.7 L 的，5个 L 不了啊，5个 L。这样是我记错了啦。哦，这个是柴油哈。5个 L 不了。如果是330i 的话，没有记错是5.7 L。最恐怖的2.0是我遇过的啦 ，C Class 2.0是7个 L， 普通我的 NA 车才用4个 L 2.0啊。如果你是2.5的，就是6.2 L 左右。这次 service 1755耶。然后下一个要换什么东西？下一个不要改车了，好像你要换轮胎啦。因为轮胎没有什么花的。换轮胎，因为买车回来你本来就是要预算一笔钱啊，你不是说我的预算刚刚好买车，但是你一定要预算一个10千到20千这样子，可能有些地方要修，如果就算不修，你也是要回来换一下，像这个 rear axle 的油不知道有没有换过，牙油虽然BMW讲不用换，还是换掉它也 OK 啦。Intake carbon 啊，刚才他说很够力哦，它这里好像有 charge 咩？有300块，因为它很多 carbon， 它就洗 carbon 嘛，它就charge人工300块哦。他说这个车应该是没有洗过 carbon 啊，所以它的 carbon 很够力一下，所以应该现在你的车会有力一点。像很多车等下再踩看。这个品牌来说，它的保养是会比日系车再贵一点，然后比跟 Ford 它也是贵一点，但是跟 Volkswagen 都是差不多，不相上下啊。LPPL 哦，这辆车有一个比较通病的地方哦，这些可能晒到太阳热了之后它就会融哦一点点哦，基本上都很好啦，你看很显色的，左边右边。黏黏一点点哦 ，Shopee 买一点东西吸下去咯。然后这个很多 handle 也是一样哦，久了可能会黏啊，晒到。Shopee 可以换这个100多块而已啦，一 set。只是它的零件会比日系车贵哦，但是它很多 OEM， 它不用怕找不到任何的 spare part， 就算今天不要用原装的，它还有其他的品牌出的这个，你不一定要用回原厂。当然原厂是真的是很好的，只是说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像 brake pad 也是一样啦，有要拉不了。对，我感觉有冲力器哦，比较有冲力啊。那 response 有好一点啊，不能讲好像 remap 这样够力啊，但是真的是
它的 response 你可以感觉到它好像没有这样多吃字啊，可能就是清了这个 carbon 的感觉哦。有更多的视频的话，我会 update 在这个 playlist 上面。哎呦，那个瞬间扭力真的很强大，380牛顿米，如果你在 remake 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去到450牛顿米啦，马力可以大概200匹左右的。如果你们想看我之前驾过一个改装 Stage 2的上云顶的话，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去观看。如果还有东西在拍的话呢，这样子会 update 在这个 playlist 里面。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那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拜。后来呢，500哥自己去换了轮胎啦，前面用225/45R18，后面用255/40R18，后面的轮胎会比较难找，因为比较没有这么 common 啦，所以到最后还选了 Continental 的 MC6。你们猜猜多少钱？哎，不要给你们猜了啦，直接给你们看单子吧，好不好？哇，痛啊！这样的话都要3000多块了，哎呦，好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Goodbye。